小杰，爸爸在这儿。爸爸，爸爸，你藏到哪里去了？我怎么没发现呀？因为爸爸把自己当成你呀，找你看不见的地方。不过也仅仅是你看不见而已。有些事换一个角度，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走。你看，是不是啊？小杰，你今天真乖，爸爸要奖励你啊！说吧，你想要什么？爸爸带你去买。我想要这个。这个呀，你还太小了，拿着这个多危险。等你长大一点，爸爸送给你，好不好？好。前头就那儿啊！这个墓碑他们侄子立的，挺上心啊。我看你们村很少有人往墓碑上贴照片的。上啥心啊？老张他活着的时候，没看见他这个侄子来给他尽孝，死了整这些没有用的。要我说，8成就是想来吃绝户的。不过倒是有这么个事情，前段时间有个城里的年轻人来这哭过。城里人啊？你怎么知道是城里人？我听人说的，说是穿的挺洋。之前完全变了一个人。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所有的案发现场只有红衣女人，而没有出现过关鸿渐。因为红衣女人就是关鸿渐，关鸿渐就是红衣女人。关鸿渐，你为什么要穿你母亲？被你们冤枉，该有的公道我还是要讨回来的。怎么听起来有点像精神分裂？他有精神病史吗？确实有，搜查他家的时候也搜到了相关的药物。不过我看他病历上显示早就已经痊愈了呀。他有可能是装的。申请司法鉴定了吗？已经申请了，在路上呢。你那边怎么样4月20日，有村民看到有个城里人在李淑华的坟前哭过。4月20号，关鸿渐说他上个月20号顺着线索，在一个小山村里找到了他母亲。你要照这么说的话，他
找到的只是李淑华的坟吗？难道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一时无法接受，导致精神崩溃，变成现在这样？上级在吗？我看了你发过来的关宏建的审讯记录，他在里面说了很多李淑华失踪这些年的遭遇，那么就有个问题：如果他只是来过李淑华的坟前，确认他已经死了，那么李淑华这些年遭遇的细节，他是怎么知道的？我们在搜查关宏建家的时候，找到了一本老旧的日记本，根据上面的内容和笔记，确认是李淑华所写，内容就是他失踪之后的遭遇。但是我们不知道关宏建是怎么得到这个日记本的。我们还发现这里面少了几页内容。日记应该是在老张头家拿到的。他愤怒，他冲进里屋，想找一些关于他母亲的物品。在床边看到了铁链。老公被判出轨、捅伤、活埋，获救后又被拐卖、被囚禁、被虐待整整20年。这要是我妈，我看到这个我也得疯。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做饭了，螃蟹还没有做呢。你们爱吃蟹肉包吗？我儿子和女儿特别爱吃我做的蟹肉包。早上5点赶到码头，挑那种刚捞上来的，个儿大的，爬得特别欢似的，买上7、8只，拿回家放到水里面。鸡爪和虾也要有，提前用的。然后把螃蟹洗干净，热油下锅，翻炒，再放上姜块、蒜头一起炒。我拼了命的一遍遍喊着：“救命！救命啊！放开我！”我被抓了回来，老东西不让我跑，用铁链子把我拴住。那铁链子是老东西从村长家偷的，拴狗的。他拴我脖子上，我没法呼吸，我感觉要死了。他晚上不让我睡觉，还打我，撕我的衣服，我连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了。我也不完整，我想死，但是我还有一点渺茫的希望支撑着。
我希望再见到我的孩子们，我得活着。这个时候，突然门口感觉来了人。那个人竟然是……我们实在是审不下去了。他那个样子实在是太变态了。如果事情真是按照他说的那样，为什么几个案发现场，目击者看到的只有红衣女人，而没有她的存在呢？除了董小慧的 DNA 残留以外，还查出了另一个人的指纹，是关宏建。所有的案子都是关宏建为了给母亲报仇一个人做下的，有证据，有指纹，有口供，证据链闭合，这下总可以结案了吧？还差一个，司法鉴定所的专家正在给关宏建做精神鉴定，我们还得等结果。双姐，结案之后你是不是要回省厅啊？我让安队给你安排践行啊。傅毅，哎，你说话呀！傅毅，喂，我给你发了个位置，你过来一趟。
顺便去我的办公室帮我带个东西过来。 这就是当年师父遇难的地方。当年调查李淑华的案子时，师傅的破案方式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大家认为他的行为太过极端。后来出了些事，被停职了，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个案子，私下里还是带着胡四一路查了下去。然后呢？我需要一个结果，你说过会给我一个答案的。 师傅用锁链把自己锁了起来，在这个山洞里待了整整1个晚上，被红火蚁咬到，导致休克性死亡。其实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师傅的死的确是个意外，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必然。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是不是？ 可是这有什么可隐瞒的呢？为什么要公示的材料上只显示他是因为查案而意外死亡？这么含糊的描述。当年，根据他的笔记，结合其他线索。 联合周边几个地市的兄弟单位共同出警，打掉了一个拐卖妇女儿童的案子。师傅他立了大功，但同时也犯了大错。失控的胡四误解了师傅临死前留下的线索，继续去找李淑华，结果出了命案。那是胡四的错，但师傅毕竟有责任。 这个可以说是师傅从警生涯中最大的错误。师母为了你，为了我，对，你从小就把师傅当成是英雄。为了师傅在你心中的英雄形象不会崩塌，师母去向老局长求情。 上级才决定将师傅的真实死因进行封存，所以才导致你只知道部分事实。我让你带的东西呢？
这个是师傅留下的。罐子里的每一颗石子都是从案发现场捡回来的，一颗石子代表一个案子。师傅被停职之后，把它给了我。尚杰，今天我想把它交给你。你好像并不喜欢这些石子。它太沉了。要知道，每一颗石子都代表着一段罪恶。这一颗南洋商城纵火案，乌龙岭奸杀案，渔村灭门案，这一颗火车站碎尸案，这一颗关敬堂被害案，罪恶似乎永远在滋生，产出不尽。我没能继承师父的气量，更没有他的远大理想。这些石子对于我来说，慢慢变成了一种负担。可你是一个警察。对，我是个警察。我只是希望这世上的罪恶能少一些。其实我爸和你说过一样的话。虽然我们面对的是黑暗与罪恶，但我们守护的是美好和光明。看，罪恶是挡不住光的。来，大伙儿我来提一下啊，咱们的案子呢马上就要结了，今晚呢也算给尚杰践行了。那我就代表英明神武的安平队长的领导下的刑侦大队，为尚杰啊送出临别赠言。啊，凭什么你代表呀？你代表？安队，就让他说吧啊！不行，王松说两句。你说你天天跟个闷葫芦似的，你说两句。我更不行了，我说不了场面话。不行，不能怂啊！哎，要不这样吧，我觉得咱们要不就比点什么，谁赢了谁代表大家。我先是说，哎，别呀，难得大家这么高兴，咱们整点活助助兴啊，是不是？那这样，我加个码，你要是赢了我包你1个月早餐。切，明知道我不吃早餐，换午餐可以。好，说定了啊，咱们比掰手腕。啊！你能不能要点脸啊？你看看人家王松这小体格，跟小崽子似的。你再看看你，来，别说我欺负你啊！来，我让你1只手，怎么样？那可以试试。哎，数。那我来数1、2、3，王松加油！王松加油！王松加油啊！王松加油！王松加油！王松！ 1个月午餐啊！喂，鹏伟，你不行啊你，白长一身肌肉了，根本就不行。不算，重来啊！愿赌服输啊！闭嘴来。就是啊，不能说话。好，3局2胜啊！我左手力气大，来，换左手。王松上，王松。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接个电话。你接什么电话？快点，快点！这视频什么意思？这是之前我们在陈虎手机的云端上找到的一段视频，我觉得有些蹊跷。下午我就把视频发给了万兴市公安局，让他们协助陈虎命案。刚刚收到回复，说那边并没有接收到关于尸体丢失的案子。那陈虎为什么不报案呢？关键是陈虎为什么要单独把这段视频存在手机云端上呢？你往回倒，倒到那个气球挡住监控的位置。这谁放的气球？哎，我不知道啊。这个喷嚏声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你再回放一遍。哎，我不知道啊。关鸿渐，关鸿渐在陈虎的殡仪馆偷了一具尸体，陈虎没有报警，他是想用这个视频去威胁关鸿渐。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陈虎欺负关欣欣，但是关鸿渐还让他住在自己的酒店里。那关鸿渐为什么要偷尸体呢？有没有可能杀害陈虎的人就是关鸿渐？但是他有不在场的证明啊。陈虎死的时候，他在吕兰英家打晕了吕兰英。我怎么觉得咱们这顿饭又吃不成了？是你看到有个城里人在老张头两口子坟前哭吗？我听桂枝说的。我没亲眼见到，我听改香说的。我倒没看到，好像是郑老三跟我说的。我也没见着，但是我也忘了是听谁说过这么一嘴来着。发现这里面的问题了没有？所有的人都是听别人说的，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那天关鸿渐袭击你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上午10点左右。你是怎么这么确定的？我有一个药盒，那个药盒设定的吃药时间是上午10点，那个时候药盒刚好响了。也就是说，你没有看钟表或手机上时间？没有。那你的药盒时间准吗？一直挺准的。杨明被胡四的人抓走的时候，你是不是用手机报的警？对。手机给我看一下。你的通话记录呢？为什么一条都没有？哦，对，我换手机了。之前那个手机，关鸿渐勒我脖子那天摔坏了。你上次带我去看的那个新坟，确定是老张头和他媳妇吗？是。老张头家没有什么人，是我带村子里的人给他俩说的事。哎呦，从那么高的悬崖上摔下来，血肉模糊，都看不清人形了。不过从那个衣服和体型上啊，错不了。那下葬的时候，尸体火化了吗？当然火化了，是我带人到火葬场的。人都火化了，骨灰是很难提取到 DNA 的，没法确认坟里埋的是不是李淑华。老张头那个侄子能帮忙联系一下吗？那是他远房侄子，不是我们村的。出完殡以后，他就走了，也没留个联系方式。那老张头死的事儿是怎么通知到他的？这我也不清楚，是他自己就来了。确定吗？上面这些差不多了。杨明被胡四的人抓走的时候，你说你很快就报了警，你还记得具体的时间吗？这个真不记得了，我当时太慌了。那后来很快关鸿渐就来了吗？好像也不是很快，
我那天的时候被胡四那帮人给推倒了，浑身疼，所以回来躺了一会儿。关鸿渐来的时候，怎么也得过了1、2个小时了。我查了警局的接警记录，你报警的时间是9点52分。这啥意思啊？你说您要和响是10点钟，然后很快关鸿渐就出现了。对呀。对不上，对什么对？9点52分和10点钟差了8分钟，但你说你报警之后1、2个小时，关鸿渐才出现。是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啊？关鸿渐趁你不在，偷偷进屋，把你要和的时间向前调了2个小时。那天上午10点钟，关鸿渐在关欣的住所外杀了陈虎，然后他才赶到了这里。他应该之前对你的生活习惯是有过了解的，知道你用药盒设定闹钟来提醒吃药，所以他就对你的药盒做了手脚。等药盒闹钟响，他进屋袭击你，让你成为他不在陈虎命案现场的直接证人。你以为的10点钟，其实已经是12点了啊！当然，他做这些事情应该是提前排练好的，所以非常的有把握。他并不想伤害你。等你昏倒之后，他就把你药和闹钟的时间调回了正常，顺便摔坏你的手机，让你在醒来之后对时间的概念产生模糊。咱们这一通查下来，是为了证明关鸿渐他不是疯子，还是为了证明他母亲还活着？都一样。什么都一样。这个案子起点就是终点，终点也是起点。尚杰，还是你来说吧，我这脑子早就跟不上安队的思路了。那我们就先从陈虎的事情开始梳理。关鸿渐为什么要杀陈虎呢？关键原因应该是陈虎知道关鸿渐偷了一具尸体，然后利用他在殡仪馆的关系，帮关鸿渐隐瞒了这个秘密，然后再。我们再回到开头，为什么关鸿渐要偷尸体呢？根据我们这边掌握的线索，应该是用那具尸体伪装成他的母亲，给那具尸体穿上他母亲的衣服，扔下悬崖，摔得血肉模糊，造成他母亲意外摔死的假象。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一个人死了，代表一了百了，代表所有的事情跟他再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关鸿渐是想切断他母亲和某些事情之间的关联。关敬堂和董小慧都是他母亲杀的，关鸿渐是为了帮他洗脱罪名。也对，也不对。你怎么也开始打哑谜了？时间点对不上。村里给的消息，关鸿渐的母亲李淑华是3个月前摔崖死的，而杀人案最早的一起，即董小慧的死，距离现在才刚1个月。所以他想帮他母亲掩盖的事情，起码是3个月之前的事。那3个月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据关鸿渐交代，他以他母亲的镯子为线索，一直查到了村里。他母亲被拐多年，按理来说，他发现他母亲的第一时间应该报警，可是他没有。他当时找到的不是他母亲的坟吗？然后他又找到他母亲的住处，发现了这本日记，然后他就精神分裂疯了，认为他母亲还活着，所以没报警。妈妈，妈妈！我要妈妈，妈妈！你别忘了，前提是摔下悬崖的不是他母亲，而是偷来的尸体。而关鸿渐偷尸体的时间，可是早于他母亲死亡的时间。可是确实没办法证明摔下悬崖的是不是他母亲李淑华了。那我们就假设他不是。
关鸿渐找到村里的时候，发现他母亲还活着，而且应该也能看到他在老张头那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为什么不报警？除非他不敢。他把老张头给杀了。注意，关鸿渐做出他母亲死亡的假象，是为了切断跟某些事的联系。他母亲杀了老张头。关鸿渐找到他母亲的时候，他母亲把老张头给杀了，所以他不敢报警。过了好些天了，这样既可以模糊老张头的死亡时间，又可以利用摔散身体的方式来掩盖老张头身上的致命伤。这样大家都会认为他是意外死亡，而不去追查凶手。而且一般村里发生这种明确是坠崖致死的事件，是不会再去确认一下死者身份的，更别提 DNA 检测了。按理来说，他只需要制造老张头意外死亡就好，制造母亲假死会不会多此一举？如果老张头死了，他母亲还活着，警方一定会对他母亲进行问询，万一露出一丁点马脚，那么关鸿渐就前功尽弃了。虽然也有可能判个防卫过当，但是他不能赌，所以这不是多此一举，而是保险起见。那后来的事呢？譬如说，村里的人都传城里来的人在李淑华坟前哭过，所有人都只是听说，没有人见过，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得结合另一件事，那就是关鸿渐在老张头家看到他母亲李淑华的日记，然后发疯的事。那也是假的吗？你不是说在他屋里演绎了一遍？这些事情都是发生过的吧？关鸿渐的确去过老张头家，也的确进行过破坏，但是他并没有发疯。屋里所有的破坏痕迹都是设计的，有破绽。什么破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么做的结果，结果就是目的。结果就是他疯了，目的是想让我们知道他先是发现母亲死了，然后又知道了母亲的悲惨遭遇之后，导致了精神分裂，之后又陆续杀害了董小慧、关敬堂，还有张丽梅。怎么越说我越乱？这件事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时间。关鸿渐发疯的时间是4月20日，这是什么日子？应该是那天。村卫生院来我们村给我们做免费的体检。对于村民来说，那是卫生院来村里给村民免费体检的日子。可对于我们来说呢？423案，董小慧死的前3天。对，如果关鸿渐的精神分裂是装出来的话，他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间呢？因为他只有在这个时间精神分裂，才有可能穿上他母亲的红裙子去杀害董小慧。那如果我们反着推呢？如果他在董小慧死亡之后再精神分裂，这代表什么？代表杀董小慧的红衣女子就不是他。如果不是他，那是谁？他母亲李淑华。有没有感觉事情开始清晰了？你制造了老张头和你母亲的死亡现场之后，带着你母亲回到城里，把她藏了起来。本来打算让她过隐姓埋名的生活，但不巧的是，你母亲正好遇到了董小慧，或者说她跟踪了董小慧，那是她的仇人之一。你母亲一时失控或者蓄谋已久，将董小慧杀死。后来这件事情让你知道了。你一定是看到了现场有监控拍到了你母亲，哪怕只是背影，警方还是有可能找到凶手。为了帮母亲掩饰这件事情，
你想到了一个主意，让案发现场红衣女子的嫌疑从你的母亲转移到你的身上。但怎么让人相信一个正常的男人穿女人的衣服去杀人呢？除非你精神上出现了问题。于是你开始了一个新的计划，假装精神分裂。你虽然曾经有过精神方面的问题，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你早就已经痊愈了。怎么突然间又精神分裂了，还把自己幻想成自己的母亲？这需要一个契机。村里那座坟和你母亲的日记成了关键。你母亲的日记应该是真的，而且一直带在身上。你把日记带回村里，先是假装在坟前哭，然后又假装在屋里找到日记，知道了一切，导致你精神分裂。但是你的精神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正常。但要达到这个目的，有几个棘手的问题。第一，这时候董小慧已经死了，你在这个时候假装精神分裂，和董小慧的死亡时间相矛盾，所以你必须要让精神分裂发生在董小慧死亡之前。第二，你怎么知道那座坟是你母亲的？一般情况下，村里埋人碑上是没有照片的，甚至连碑都不立。你又不能明着跟村里人打听你母亲的事，所以这时候一个关键性的人物登场，老张头根本不存在的远房侄子。老张头那个侄子，能帮忙联系一下吗？那是他远房侄子，不是我们村的。出完殡以后，他就走了，也没留个联系方式。那老张头死的事儿是怎么通知到他的？这我也不清楚，他自己就来了。村长，老张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侄子，对吧？你真正怕的是被老张头害惨的那个女人，对不对？大概20年前，那时候我还不是村长。老张头不知道从哪儿领了个女人，说是捡的媳妇儿，整天的是又打又骂。有一回，他媳妇儿跑了，老张头就招呼我们几个出去，把他给抓了回来。从那以后，就用了个大铁链子，把他给拴到屋子里面，不让出来。有人用几张写了这些丑事的日记威胁你了。是。他俩出事以后我带着村子里的人给他俩收的尸，就草草的埋了，就怕有人追究。没想到上个月23号，有人寄来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里边还加了几页日记，上面指名道姓的写着我们几个帮助老张头把他媳妇抓回来的事情，还附带了3万块钱。要我以老张头远房侄子的名义给他俩立个碑，还强调上面要有他俩的照片。信里边还说要是有人问，就说是4月15号立的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为了把这事儿拦下来，我也只能照办了。安队，村长他们涉嫌包庇拐卖妇女的行为，应该怎么处理？安队已经移交给当地的派出所处理了。那封没署名的信是出自你手吧？董小慧死于4月23日，这件事情发生在她死之后，而你让村长谎称碑是在她死之前立的。荒山野岭的坟前突然多了一座墓碑，人们很难去考证她立在那儿的具体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展开你的下一步行动——哭坟。哭坟的时间也必须在董小慧死亡之前，你不能让时光倒流，但你必须让村里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对村长继续威逼利诱，让他谎称你在4月20号来到村里哭坟。这件事情在村里一传十，十传百，到最后到底是从哪里传出去的，根本就无从考证。所以最后整件事情就变成了你在4月20号来到村里，在老张头墓碑上的照片中认出了你母亲，伤心欲绝，痛哭一场。之后你找到老张头家，发现了你母亲的日记。
证据呢？我们不会在这儿跟你浪费时间的，早就安排人去找李淑华了。只要找到他，你所有的谎言都会不攻自破。关鸿渐，想想你这几个月做的事儿，你还是当初那个自己吗？为了复仇，人不人鬼不鬼，把自己变成什么样子了？什么？怎么了？黄伟出事了。可以让他们出去吗？出去。咱们做个交易。虽然现在的情况已经逐渐明朗化，但是有推论仍然不够。必须要尽快找到这几起案件的关键人物李淑华。关鸿渐做这一切会失去人身自由，我相信他肯定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推断他的母亲李淑华应该是跟关欣欣在一起，而这一切极有可能是关鸿渐提前安排好的。所以要找到李淑华，就必须先找到关欣欣。对，现在我分配一下任务，尚杰、方月，你们两个跟着我继续审关鸿渐。是。是。你去趟关鸿渐的酒店，记住啊，不要放过任何一处疑点和细节。是。啊，对，出现一个新线索，关鸿渐和一个间接联系人有频繁的资金往来，账户资金流向了天籁度假村。天籁度假村，这样吧，黄伟，你跑一趟天籁度假村，王松，你去关鸿渐酒店，还有关欣欣的画室。是。关鸿渐酒店刚刚查过了，我们现在到关欣欣画室了。在那边，走。好，我记下了。你好，你好。有什么事吗？请问这个人现在住哪？这个人应该住在2210房间。没事吧？没事。
命！救命！黄伟，黄伟，黄伟，黄伟！喂，蓝队，不好了，我们被算计了，黄伟不见了。说吧。黄伟所在的位置非常隐蔽，而且在接下来8小时之内会面临生命危险。以你们现在的警力，在8小时之内找到他，不可能。你想要什么？如果你们想救人，就放弃找我母亲。我已经承认所有案子都是我做的，是唯一的凶手。然后马上结案，在网络平台、电视台还有报纸上官宣。我看到之后，自然会告诉你详细地址。哼，你做梦！好，那我们就看看到底是我的梦长，还是他的命长。安队，关宏杰酒店和关欣欣画室都没有找到李淑华的下落，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好，知道了。黄伟他要不要大规模搜索？追上他。好。检查过了吗？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我已经留了人仔细在排查那家店了。嗯。哎，啊，多少钱？198。在外面执行你计划的是关欣欣吧？可是他一个人干不了，应该有帮手吧？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基于前面对于关欣欣的问询，他应该是不知道你的计划，那他后面是怎么参与进来的？嗯？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纠正你一点，不是我通过镯子找到了我妈，
还是我妈先杀死了老张头，摆脱了控制，凭自己模糊的记忆找到了老房子。你们能想象我母亲时隔这么多年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当时的心情吗？我用了整整1天的时间才从震惊中缓过来。我一直以为我妈只是对关敬堂死了心，走了，不要我们了。没想到她受了这么多的苦。至于欣欣，你说作为哥哥这件事我能怎么办呢？一开始我根本不想让他趟这趟浑水，但是他还是通过我留下的图案意识到事情不对。凶手不是我就是我妈，他找到我，我当然不承认，他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我妈做的。所以当他发现那个磁悬浮沙发凳的时候，以为是我妈留在现场的唯一证据，他就想把它转移走。没想到杨明出现交流局，导致事件失控。好在最后沙发还是回到了你们那里，而且欣欣做的所有事情也都是瞒着我的。他不想把我卷入进来。我们兄妹俩做的事都不想牵连对方，但是都在无形之中给对方制造了障碍。直到那天他得知我被当成杀人凶手抓进来，可最后经过证实，杀人的却是廖凤琴，他才真正的相信我们的母亲已经死了。要不是因为那天在我的办公室里发现了那一盘米糕，我没有告诉你，我是怕你太冲动做傻事。都过去了，害过妈的人都得到了报应。那你休息吧，哥。我突然间有点饿了，我吃点你的零食啊。米糕，好多年没吃了。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妈还活着。就这样，妈找到了我。欣欣，妈已经够苦了，我绝对不允许他因为杀了一个本就该死的人而被关在监狱里，不会再让他失去自由，哪怕只是1分钟。哥，我是妈的女儿，我也是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我们一起。不行。我已经想好了，为了妈，我什么都愿意做。
李淑华什么态度？你都会担心你的妹妹关欣欣，她难道就一点不担心，把你们兄妹俩卷进来吗？嗯？如果她哪怕有一点关心你们兄妹俩，就不会发生后面这么多的血案。是她把你们兄妹俩拖入了深渊。我们一直生活在深渊里，从来没有出来过。是我妈把我们从深渊里救了出来，是我妈给了我们一个逃脱出来的机会。我饿了。王松，去给他打份盒饭。我不吃你们的盒饭。那你想吃什么？仁东街四季鲜的水果店新到了一批进口的车厘子，我还没来得及吃呢。你就饿着吧。我不会白吃的。作为交换，我会给你一条线索。要还是不要？我去买。黄伟被关在一个废弃的枯井里。哼，这个不能看出，这个信息对我没用。不在市区里。我知道，你在天乐度假村抓的人肯定不在了。那我不吃了。我要是吃高兴了，可以再给你一条线索。我和黄伟大概是下午1点到的那个房间，几分钟之后我就昏过去了。我估计黄伟的昏迷时间应该在我之后的10几秒。我们收到视频的时间大概是2点半，除去挪动黄伟，将他安置进井底，以及拍摄视频的耗时，中间大概能有1个小时的时间。汽车从天籁度假村开出，附近都是山路，1个小时最多只能跑50公里，极有可能在以天籁度假村为原点，半径50公里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太大了，这个区域植被覆盖率高，地形复杂，除了农田还有山林和果园。如果不缩小范围的话，搜索难度太大了。8个小时很难达到全面搜索。警察，靠边停车！警察。怎么样？没有。喂，你那边什么情况？被误导了。这部手机发出的视频根本就不是原视频，而是从拍摄视频的手机拷贝过来的。这部手机发出视频之后，就被贴到了路过相互社的车部底盘上，爆出信号源，干扰我们的视线来分散警力。能推导出拍摄视频的位置吗？目前只能通过这部手机的行动轨迹推导出原手机发送视频到这部手机的位置，但推导不出视频的拍摄位置，也就是黄伟所在的位置。
我打算再从关欣欣那儿找找线索。好，哎，你这个厢货车怎么用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开的这车路不好走，如果要是骑摩托，我早就到了。摩托车。干吧！这是一起有计划、有预谋的反侦查行动。他想用我们的警员来换取他母亲的一张生死牌。白日做梦。刘局，经历空气稀薄，黄伟最多能撑5个小时。我请求。我的要求去做，这样的话我们都会有好的结果。要是再这样磨磨唧唧的话，我心里就没谱了。到时候去晚了的话，面对现实吧，你早就是一枚弃子了。你母亲的那本日记，我翻看了很多遍，她确实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但也因此，早就不是你记忆里的母亲。你苦心孤诣要保护的母亲是个杀人凶手，是为了复仇不惜将你们兄妹也变成凶手的恶魔。我想吃和松楼的帝王蟹香菇盖饭，味道还挺不错。
安队呢？不知道。这样，一会儿你把这个送到审讯室给关鸿渐。好。有人吗？要知道，每一个石子都代表着一段罪恶。乌龙岭奸杀案，安队，王聪，让在烈风谷附近搜索的队伍都回来吧。为什么？烈风谷紧挨着乌龙岭，周边全是连绵的山脊，有很多岩石风化成的砾石，棱角分明。但是你来看，王伟视频里出现了很多光滑圆润的卵石，应该是拍视频的人不小心踢下去的。还有伴随下落的沙子，颜色暗沉，颗粒很小。还有这些都飘落在了黄伟的身上，明显就不是河沙，而是海沙。而这些卵石也是海卵石，说明黄伟就不在烈风谷。我怀疑这个井本身也是假的。让队回来，沿着乌龙岭附近的海岸线搜索符合条件的农庄、仓库、烂尾楼。是。上街，快看，这有个袋子。你好，了解点情况。好。这个人最近来这买过药吗？哦，我见过他。王松，哎，给我查一下关鸿渐的病历。好。安队，查到了，除了精神方面的病例外，高鸿渐还有香菇过敏史，之前就因为误食香菇住过院。过敏？那他应该是对香菇忌口的。可是他的办公室里面却摆放着很多香菇制品的小零食。根据他之前说过的李淑华爱吃零食，那么说明那些香菇制品的小零食是给李淑华准备的。所以李淑华很有可能在关鸿渐酒店里住着。喂，安队，我这边有一条重要线索，关欣欣买了晕船药，他可能是想用偷渡的方式把李淑华带出去。好，我明白了。根据关鸿渐目前的表现，还有我们之前掌握的线索吗？
关宏杰他一定知道，即便他绑架了黄伟来威胁我们，也不可能达到他想要的目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所以，他绑架黄伟，包括他现在三番四次的要求吃这个喝那个，折腾我们，并不是想要和我们谈什么条件，而是为了混淆视听，拖延时间，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和警力，帮助关欣欣将李淑华送出境。原来安队你早就看穿了。可是我们根本就找不到李淑华和关欣欣的踪迹啊！尚杰，这样，你现在立刻去一趟关宏建的酒店。我敢说，救人度假村都是他放出的烟雾弹，他一定在酒店里面安置了一间藏匿李淑华的房间，一定要仔细找。那辆车已经通过了市区，到码头的所有关卡。查到了，在卧龙岭向南7公里处的海湾里，有一栋烂尾楼。走。妈，你马上就自由了。这边，小心。动作快！
这边上。是，走。别动！这边。站住！别动！关欣欣，我们一早就识破你的，之所以陪你演到这儿，就是为了把协助你偷渡的人一起抓捕。关鸿渐通过香菇故意暴露你母亲的藏身地给我们，然后你再移花接木，引我们去错误的码头，趁机混入我们的车队。那辆车已经通过了市区到码头的所有关卡。关欣欣开着那辆车，带着李淑华，是怎么沿途通过那么多关卡的？除非他们根本就不在那辆车上。不在那辆车上。如果我们的行动都在关鸿渐的计划之中，那我们到酒店会做什么？通过监控看到他们上的那辆车，知道他们去了码头，那咱们肯定也会去码头啊。如果监控里面的人不是关欣欣和李淑华，那真正的关欣欣和李淑华会用什么样的办法通过这些关卡呢？按理论来说是不可能通过的，除非我们的车队里面是不是多了一辆车？尾箱的警车和警服都是关鸿渐提前为你准备的吧？带走！黄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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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去那边。是，黄伟，你去那边。黄伟，黄伟，去那边看看。是。黄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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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拿绳子来。黄伟，黄伟。鸿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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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鸿渐，松开我！松开我！妈！松开我！鸿渐，啊！鸿渐，啊！松开我！啊！啊！啊！妈！松开！我看你胖点，玲子。5个月了。哎，上次你来看我的时候，说关鸿渐给你那钱，你保管起来了吗？那个钱，别告诉我你上交了。啊，不是想跟你争取点立功表现吗？挺好。虽然那钱最后没落咱们手，但起码账清了。行，省事儿了。英子，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相信我，等我出去，不会再让你过这样的日子了。我发誓。
你好，您的探视时间已经结束。警察同志，能不能替我转告一下？告诉他，我会一直等他。顺子，谢谢。羊肉串给我来30。呀，你伤还没好呢，不好好在医院躺着，出来干嘛？不是我这伤都好差不多了，再说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能少得了我呢？先喝杯茶。这下大家都齐了啊。来，我说2句啊。这一杯呢，有3层含义。第一，庆祝我们的案子彻底了结。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啊！第二呢，向情伤搏下火线的黄卫同志表示慰问。第三，热烈欢迎尚杰同志加入我们刑侦大队。哎，安队啊，你这场面话说的不挺漂亮的吗？来，干杯！干杯！干杯！来，干杯！干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紧急任务。得去等我一下车。安哥，你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什么事儿了？哎，上菜了。啊，来，菜来了。那你也会跳一下？那谁去帮我挪一下车呀？哎，上你去挪啊！让王总。多了，王伟轩，我腿不行，我再倒一杯。碰一个，碰一个。来，哎，坐满了，这么少。喝完这杯我挪车去啊！干杯！